你胸口有一处刀伤，我需要帮你把衣服解开，才能包扎。今天我们将目光投向一座深宅大院——安定伯府。这里正上演着一出现实与命运交织的悲喜剧。故事的开端充满了压抑与嫌恶，下人们掩鼻而过，窃窃私语。世子全身溃烂，就剩一口气，他能不臭吗？正是在这绝望的深渊里，一桩冲喜的婚姻将一位商户之女江元燕推入了这个看似辉煌，实则摇摇欲坠的家族。在所有人眼中，她是往这火坑里跳的倒霉蛋，她的出身成了婆家眼里无法弥补的原罪。然而，命运的转折往往出人意料，这位被轻视的商女却拥有着起死回生的医术。是她每日伺候在恶臭的病榻前，用针灸药膳将世子宋穆怀从阎王手中夺回。康复后的世子感激涕零，紧握他的双手，许下了此生只与你一人厮守，绝不纳妾的深情誓言。这本该是一段佳人救才子，才子许深情的佳话，但温存的余音尚未散去，权力的阴影便已笼罩。宋穆怀青梅竹马的恋人，宰相千金冷双娥强势回归，他不仅带来了旧情，更带来一个惊人的秘密。他似乎拥有上一世的记忆，知道宋穆怀竟是流落民间的皇子，未来将登基为帝。为了抢夺未来的皇后之位，他不惜背弃与汝南王的婚约，逼上门来。于是人性的天平瞬间倾斜，昔日的救命之恩在唾手可得的权势面前变得轻如鸿毛。宋穆怀和他的家族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背弃。那个曾发誓一生一世一双人的丈夫，竟冷漠地提出要贬妻为妾，让宰相千金做正妻。他甚至以商户之女为妾，以示高攀来羞辱元燕，全然忘了是谁给了他第二次生命。婆家人更是丑态毕露，一边算计着如何继续用他的嫁妆填补家用，一边嘲讽他不识抬举。面对这赤裸裸的背叛，柔弱的商女展现出了惊人的风骨。她不再哀求，而是凛然宣告：既然你们看不上商伙，那不如我们就此和离。她决意收回自己带来的一切，重开济世堂，找回那个曾令京城权贵顶礼膜拜的燕神医身份。她的离开不是败退，而是觉醒与重生。故事的另一线，那位被冷双娥背弃的汝南王也已登场。他与江元燕在街头的意外相遇，似乎早已埋下缘分的种子。元燕，没有你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宋穆怀对天起誓，此生只与你一人厮守，绝不纳妾。元燕，我与双娥从小青梅竹马，昨日她见了我，哭得眼都肿了。她说她是一定要嫁给我的。我记得冷小姐早已与汝南王定亲，她又为何一定要嫁给你？这点你不用担心，我已背弃与汝南王的亲事，在我心里，只有穆怀哥才是唯一。上一世我嫁给位高权重的汝南王，没成想5年之后他因病去世，之后汝南王府被抄家，我受牵连惨死在流放途中。而我死的那天，正是宋穆怀登基为帝的日子。想不到这个小小的宋穆怀，竟是一世在民间的皇子。江元燕，上一世你命好，让你白捡了一个皇后。这一世，皇后之位一定是我的。冷小姐贵为宰府千金，为何甘心做妾？妾？你是商户之女，我是丞相千金。论出身，你在我之下；论地位，连穆怀哥见了我爹都要恭敬施礼。你觉得我会居你之下？元燕，我已经答应双娥了，入门之后，她为妻，你为妾。你要贬妻为妾？元燕，你放心好了，就算做妾，你也是贵妾。整个安定伯府，你只居于双娥之下。宋穆怀，1年前你突发怪病，全身长满痤疮，性命危在旦夕。是大师算出你需冲喜，才求我嫁入安定伯府。自我入府以后，每日伺候在你床侧，为你针灸药膳。但你康复后，你握着我的手，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。可如今，你竟要另娶他人，还要贬我为妾。元燕，当时我大病初愈，心里对你的只有感激，所以才会口不择言。口不择言。江氏，你是商户之女，为妾已是高攀，你凭什么觉得自己有资格做穆怀哥的正妻？为妾也是高攀。宋穆怀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元燕，双娥是个知书达理的人，她已经答应过我，入门之后绝对不会为难于你，只要你像服侍我一样服侍于她，纵使被贬为妾，这安定伯府的荣华富贵也不会差你分毫。
你觉得我是贪图荣华富贵才驾驭你的吗？我江家虽为商户，却并不愁吃喝。若是贪图荣华富贵，我又何必驾驭你？云燕，你需要说这些胡话？安定伯府在京城虽是二流权贵，但也不是你一介商户之女可以相提并论的。夫君恐是忘了，若没有我这个商户之女，恐怕你1年前就已经见了阎王。江月燕，你说这话，莫不是想要挟恩图报？世子误会了。既然你这么看不上商户，那不如我们就此和离，自此一别两宽。你说什么？我甘愿自请下堂，腾出位置，让你迎娶丞相千金。江月燕，你要与我和离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江氏，劝你还是再考虑一下。离了安定伯府的庇护，莫说是你，就是你整个江家，在这京城恐怕也难有容身之地。我江家自发家之起，并没有靠过安定伯府，今后世兴世衰，也与安定伯府再无瓜葛。宋穆怀，3日后，我会请江家长辈见证我们的和离。届时，你我男婚女嫁，再无瓜葛。江月燕，我安定伯府从来没有和离的先例，你想要和离，这绝不可能。凡事都有先例，3日后我会手写一份和离书与你，从此你我一刀两断，再无瓜葛。江月燕，这个江月燕如此不识抬举，我一定要找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她。穆怀哥，他刚才说的那些话，只是威胁你不让你娶我。她一个商户之女，无依无靠，绝对不敢真跟你和离的。哼，什么东西？过河拆桥有没有拆这么快的？要不是小姐救他性命，他现在还瘫在床上不能自理呢。就是，记得我们刚来时，整个安定伯府到处都是债主，若不是小姐用嫁妆补贴府上，他们伯府能有今天的风光？一旦得势，就忘了小姐的恩情。奴婢这下总算看清了人性的无耻。小姐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安定伯府如今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既然他们不好好珍惜，那我就准备离开安定伯府，回到江家，重开济世堂。重开济世堂，那岂不是意味着当年那个能够起死回生的燕神医就要重回江湖了？小姐威武！想当初，小姐以燕神医之名问诊济世堂，多少名流权贵全都对你顶礼膜拜，那是何等的风光！不比在安定伯府出力不讨好，还要被宋穆怀这个白眼狼辜负的强。刘芳，你现在回府收拾东西，一旦和离成功，属于我们的全部带走，属于伯府的一个不拿。是。依兰，你回趟江家，将我太公请来，就说要与安定伯府商议和离之事。是。夫人，您的药。乳南王，你看看，为什么呢？如此俊美，真是威风凛凛啊！乳南王，如此年轻，这么有为，这英姿飒爽，这就是汝南王啊！果然气宇轩昂，可惜戴着面具看不到脸呐。这你就不知道了。汝南王向来以面具示人，听说除了家人以外，见过他真容的不超过5个。就是啊，前途无限呐。就是啊。哦，不愧是汝南王啊，这都能将人救下来，真是身手好一个英雄救美。多谢王爷相救。王爷，于闹市行军，最好能牵马而行，以免冲撞了百姓。年少有为，就是啊，前途无限呐。就是啊。全部下马，步行进宫。是。是他。你胸口有一处刀伤，我需要帮你把衣服解开，才能包扎。我的眼，
你身上的毒素我已经帮你解了，可是毒素还没有完全退去，所以你暂时还看不见。快走！好，进去看。不好，是。那些兵追过来了，你先在这里藏好，我去帮你把他们引开。马上去给我查清刚才那个女人的身份。圆圆，你回来了，正好有件喜事要告诉你。婆母有事尽管吩咐。圆圆，前几日我与你父亲去了云台寺，合了穆怀和双娥的八字。大师说了，等他们成婚，将来必定会光大咱们安定伯府门楣。那咱们伯府是不是越来越好？那是不是能成为侯府啦？有丞相在陛下面前帮扶啊，晋升侯爵还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儿。圆圆，等咱们伯府成了侯府，你的地位啊也就跟着水涨船高了。婆母怕是忘了，若是穆怀与冷小姐成亲，我降身为妾，到时候纵使伯府成为侯府，恐怕我的身份地位也不会高到哪儿去。哦，对了，穆怀能醒过来，全靠冲喜的功劳吧？若是他与别人成亲，就不担心冲喜一事不灵了。嫂子，你说不灵是什么意思？我嫁给穆怀，他才能活过来。若他另娶，并不宁命。江氏，我看你是反了天了，竟敢咒我儿子！并非我诅咒他，而是事实如此。火哥能好呢，完全是他福大命大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与其说这话吓唬我们呢，不如多拿些珠宝首饰出来，讨娘与我的欢心。说不定呢，看到这些珠宝首饰，我们还能待你如从前。你若是不相信我就算了，到时候可别来求我就好。好了，圆圆，穆怀的病能好得这么快，确实有你一份功劳。娘也知道你心里有委屈，娘答应你，就算双娥日后进门了，这伯府的管家权仍然交给你。什么管家权？不过是想让小姐借着用嫁妆补贴伯府罢了。放肆！主人说话，一个下人也敢插嘴。婆母，刘芳只不过是说了一句实话而已，婆母又何必动怒呢？婆母阿公，我不为妾。若你们执意要娶丞相千金进门，还请先同意我与穆怀和离。哼，拽什么拽？不过一介商女出身，能嫁入伯府，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，还敢主动提和离？看来这一年是我们家太给他脸面，纵容的他无法无天，弄不清楚自己的地位。哼，低贱门户的商女，我当初就说过，不应该把她娶进门。娘，都怨你，就不该把管家权交给他。看把他纵的，连我这个小姑子都不放在眼里。要不你把管家权交给我吧？一个小丫头还想管家？这伯府管家一事哪有那么简单？娘偏心，我不跟你说了，我去找祖母去。哎，你，哼！蓝山想要管家权，你把管家权给他便是了。你懂什么？伯府表面看着风光，可实际早就入不敷出。这一年，若不是圆圆用她的嫁妆来贴补家用，我们现在恐怕连饭都吃不上。哎，你就再想想办法看看吧。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放弃这座金山，得想个办法让她甘心为妾才行。